这位大姐姐真的太惨了，她深夜换上了性感的低胸装，打算一举攻陷比她小6岁的暧昧对象。暧昧男实在是太伤人了，在她眼里，大姐姐已经过时，她接不上任何网络流行的梗。对当代年轻人来说，没有车没有房可以，没有性没有时间也行，但不能没有最基本的灵魂共鸣。那天夜里，大姐姐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她的低胸装让她看起来更加悲伤。大姐姐的名字叫夏天，在这个将暧昧关系终结的夜晚，她睡不着，跑去找了多年的好友在勋喝酒。在勋被夏天吵醒时正睡得香，他带着满腹怒气与夏天一起分析情况。其实只是暧昧结束了而已，但夏天却有了一种失恋的感觉。最大的问题是夏天小题大做。夏天是一名电视台综艺节目的制片人，这次是在节目中认识的演员甩了他，这让他觉得非常丢脸。夏天原以为自己已经够倒霉，第二天在电视台又遭遇了一次重击。简单说就是电视台公布了节目的收视率排行，夏天负责的节目已经远远落后，最后一名的位置几乎不可动摇。一大早，这个排行榜就破坏了夏天的心情。路过的领导不顾夏天的坏心情，又一次讽刺他。每次看夏天的节目，感觉寿命都在缩短。领导说这让他的长寿命只剩下几年好活了。夏天心里极其愤怒，表面却笑哈哈。与领导告别后，夏天带着怒气回了办公室。同事们正在议论一个收视率高得多的恋爱综艺节目。听到这些，夏天更加生气了。那个节目的负责人是他以前的同学花花。夏天曾自称是人气之王，没想到以前成绩差的花花现在却成功反超。花花的崛起有他自己的一套方法，他的作风和国内某知名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很像，挚爱各种狗血吵架的桥段，经常在恋综里安插这种冲突。这样的冲突让观众看得非常开心，收视率自然高。这时领导打电话把花花叫到了办公室。原来花花的节目最近又上了热搜，因为2个男女嘉宾在节目中擦边球玩得很大，最后甚至公然跑去酒店享乐。花花真是个有创意的人才，在2位嘉宾进房间后，他竟然播放了一段充满暧昧的章鱼广告，章鱼直接被送上了热搜。结果节目被有关部门举报涉黄。花花确实是高手，所有爆炸性内容的播出都得到了嘉宾的同意，就算用一些小违规来换取收视率，领导对花花还是爱多于恨。最终的批评大会差点变成表彰大会，但可怜的夏天就没那么幸运，他负责的美食节目最近丢了赞助商。不仅如此，领导还削减了他们节目20%的经费。夏天去找领导理论，但没成功。出门又碰见花花找茬，花花说播放夏天的节目还不如把时间留给恋爱综艺的重播。毒舌的花花直接把夏天气得要命，他脸色冷若冰霜，差点没忍住去打花花。随后花花从同事小白那里无意听到了一系列爆炸性新闻，和花花暧昧的张约翰将参加花花第2季的恋爱综艺。听说花花为了张约翰的形象，逼他结束了现有的复杂男女关系。更爆的是，张约翰还答应在节目中露臀吸引观众。夏天被花花和张约翰雷得外焦里嫩。夏天噩梦般的一天还没结束，张约翰还要与他一起录节目。为了挽回一些面子，夏天打电话给死党在勋，请求他假扮自己的男友。在答应帮在勋做1个月家务后，交易终于成立。之后，夏天无意间听到张约翰和助手的谈话，一些极具伤害性的话语传到了他的耳中。张约翰和夏天搞暧昧，不是因为真心喜欢他，而是因为他愿意花钱的年长姐姐，有时候还能当成前辈学习一些行业知识。张约翰从始至终没把夏天当作异性看待，也因为缺少兴趣，他根本没考虑过与夏天发生关系。这一刻，夏天的心情比今天的阴天还要灰暗，可偏偏老天不给他喘息的机会。负责航拍的无人机不见了，夏天的收视率已经足够差了，如果再出个意外，他的团队几乎肯定会解散。夏天立刻抛开情绪，化身职场女强人，在他坚持不懈下，最终找回了无人机，大家都忍不住为他欢呼。就在这时，满身是汗的在勋开着货车来接夏天，在勋成了压垮夏天的最后一峰骆驼，因为他夏天想要赚回面子的计划彻底破灭了。生气的夏天没有坐在勋借来的货车，回程路上，城市里的霓虹照在女孩脸上，映出了五彩斑斓与深深的迷茫。另一边，在勋被妈妈喊回了家里的豪宅，勋妈喊在勋回来就是强迫37岁的儿子明天去相亲。在勋迫于老娘的淫威，最后答应了下来。回到住处时，他偶遇了夏天，感觉这次挚友真的生气了。在勋急忙上前连连解释，这时夏天也吐露了心声。不知何时开始，没人对他感兴趣，没人主动讨好他。到了中年，夏天突然觉得自己很凄凉，他想保持最后的尊严，却被在勋搞砸了。夏天的话让在勋感到非常内疚。次日，在勋接到另一对好友夫妻阿珍和阿强的电话，夏天刚从他们的餐馆离开，在勋从他们口中得知张约翰对夏天说过的伤人至深的话，一时间他心情跌入谷底。之后的相亲显得特别心不在焉，在勋草草与相亲对象寒暄几句便准备离开，差点让那女孩哭了出来。人家好好准备了一场相亲，结果遇上了在勋这种敷衍的态度，
心里极为委屈。昨天在勋让夏天丢了面子，今天又让相亲对象气坏了，这男主角的形象在第1集就崩了。之后编剧和导演开始补救，在勋各种方式追求相亲对象，请求喝酒，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勋回到自己的整形医院工作时，从同事那里看到张约翰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照片，这家伙把自己拍得很帅，完全不顾背景中的夏天是张丑照。看到这里，在勋终于忍无可忍，他开始了变身大计划，直接穿上西装，开上豪车，准备赶去弥补昨天对夏天的亏欠。此时夏天刚好张约翰录完节目，这个无耻的渣男又开始纠缠夏天。夏天表明自己已经听到张约翰那些伤人的言论，努力想要远离这个油腻的渣男。张约翰却完全不觉得自己的话有何问题。正当他咄咄逼人之际，夏天的白马骑士在勋终于出现，豪车和鲜花让夏天在众人面前挽回了面子。他还霸道地夺过张约翰的手机，删除了对方发在社交平台上的夏天的丑照。不爽的张约翰质问在勋是夏天的什么人，在勋认真回答：我对这个女人充满了好奇，不想暧昧，只想好好对她，尽快在一起。一旁的夏天被听懵了。本集开头是一段来自2018年的往事重现，当时夏天还在和男友交往，既然是前任，我们就叫他钱哥吧。目前为止，钱哥是最适合夏天的男人，因为夏天喜欢狗，他开始计划婚后养狗。两人在一起时，夏天的脸上总是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后来钱哥还通过他的狗送来了求婚戒指，有人觉得这很寒酸，但有人却觉得很浪漫。夏天属于后者，他含泪激动地答应了求婚。曾经那么疯狂，那么热烈，终究还是随着时间向各自的幸福和遗憾走去。时光荏苒，现在回到当下，钱哥结束了3年的外派工作，回到国内。他的下属邀请他去的烤肉店，恰巧夏天和在勋也在那家店。迟到的夏天因为店里客满，只好离开。钱哥匆匆一瞥，看到了前女友的身影。命运弄人，他们最终还是擦肩而过。夏天和在勋去了附近的另一家店。不久前，在勋假扮追求者，帮夏天在张约翰面前扳回一城。尽管如此，夏天只感动而未心动。他们两个实在太熟悉了，熟到夏天根本没想过能和在勋发展出朋友之外的关系。正是这种过于熟悉的关系，让他们常常黏在一起，彼此关心。夏天会半开玩笑的喂在勋吃肉，还会叮嘱他去他家拿走一半网购的食物。买东西时总会考虑两个人的需要。夜里，当在勋去夏天家拿食物时，发现夏天的家乱得像猪圈，在勋立刻变身为保姆，开始帮忙整理。当他整理到夏天的贴身衣物时，被夏天的奇特审美吓了一跳。就在这时，在勋接到了一通电话，脸色顿时变得严肃。第二天，他去找昨晚打电话给他的崔教授，从他们的对话中透露出一些信息。在勋曾因一起医疗事故留下心理阴影，这是他放弃医学高材生身份去做整形医生的原因。崔教授苦心劝说在勋回去帮忙，整个过程中在勋都保持沉默。回到工作后，在勋遇到了一个意外的病人，他是之前的相亲对象春天。春天来咨询丰胸手术，这让在勋感到尴尬。他询问后才知道春天的父亲和他母亲很熟悉。春天是特意打听到在勋工作地点来的，他一直在国外读书，对韩国生活并不熟悉，家里人每个休息日都催他相亲。在勋主动道歉后，春天对他产生了好感，于是春天鼓起勇气主动邀请在勋吃饭。女孩已经做到这个地步了，这次在勋没法再像上次那样尴尬。他小心翼翼地在接受邀请后问道：你之前说来做丰胸咨询，是不是只为了见我而故意的？春天下意识地捂住胸口，你觉得我真的需要做手术吗？在勋根本不敢直视春天，目光闪烁，重复说着不需要不需要。春天骄傲地挺胸走了。另一边，夏天的处境比在勋更糟，他的领导警告他，如果下周的收视率还不好，就要取消他负责的那个节目。夜里喝醉酒后回到家，夏天在酒精作用下变得感伤起来，他忍不住回忆起和钱哥的爱恨情仇。当年钱哥和夏天都有自己的事业要发展，都不愿为对方牺牲更多的事业机会。不巧的是，钱哥得到了一个出国深造的机会，两人因此大吵一架，都指责对方自私。他们的关系最终草草结束。多年后，夏天经常会思考一个问题：如果当时自己或钱哥中的一个妥协了，现在是否会更幸福？第二天，心不在焉的夏天去上班，意外发现公司里加班到睡着的小白和他的辞职信。夏天心情复杂，没有声张。紧接着，一个意外打断了他的胡思乱想。原来是一个参加恋爱综艺的女嘉宾来找制片人花花吵架，她抱怨自己不堪的画面被剪辑进了节目。花花有备而来，拿出合同，理直气壮的回应，直至女嘉宾哭泣。夏天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直到他看到了那段节目片段，顿时惊呆了。女嘉宾在与人争执中不慎，露出了自己的隐私部位。夏天这才明白花花为什么敢播出这种画面，也终于理解这个疯狂的女人如何总能保持高收视率。夜里，夏天和节目组一起去录制最后一期海上的节目，但船长坚持认为女人出海不吉利，坚决不让夏天上船。为了节目能顺利进行，
夏天让副导演小白全权负责，自己则在岸上等待他们的归来。结果他们刚出海，夏天这边就发生了意外，他的车钥匙被小白带走了，包包也留在车上。在这么冷的天，他几乎要被冻死。相比之下，在勋的境况就幸福多了。春天约他去吃鳗鱼，鳗鱼能补男性精力。在勋回想起春天之前来咨询丰胸的事，不由得怀疑这女人是不是故意在引诱他。这时候他收到了夏天发来的求助信息，他实在是放不下心，只好再次解释自己有急事需要离开，承诺下次一定会好好请春天吃饭作为补偿。春天还没反应过来，在勋已经走了。当他找到夏天时，这姑娘几乎要冻死了。在勋赶紧把夏天带到车上休息。这里有个小细节暴露了在勋的小心思，他看着熟睡的夏天，似乎忍不住想多看两眼，只好把头转向一边，闭上眼睛不看他。第二天，节目顺利完成了录制。第一次担任重要任务的小白感到很有成就感。回程路上，夏天特别照顾他，帮忙分担了开车的任务。之后，夏天对小白的工作态度和能力给予了肯定，让一直很迷茫的小白重新找到了方向。他悄悄撕掉了那封本以为没人发现的辞职信。转眼到了公布收视率的日子，夏天一大早起来就发现脸上被蚊子咬了一个大包，十分显眼。他带着满腔热情去了电视台，结果不出所料，收视率再次垫底。领导不顾夏天的哀求，让他负责解散编导和合同期员工。夏天心情极差，偏偏这时花花还跑来讽刺他，说他看中了小白，打算挖走他，还假装关心夏天的未来去向。更糟糕的是，今天还是夏天的生日。就在他以为今天会一直这么糟糕的时候，出乎意料的事发生了，前男友竟然带着花和礼物出现了。夏天把前男友赶走了。他在离开前认真的说，在国外这几年，每到夏天的生日，他都会更加想念韩国。这一幕正好被来给夏天送蛋糕的在勋看到。在勋的搞笑加持下，夏天笑得前仰后合，总算没有一直陷在悲伤中。他原本希望在见前男友时自己能过得更好，结果却是在节目被取消的这一天，这让夏天不禁质疑自己这些年为事业奋斗到底值不值得。在这翻腾的情绪中，夏天突然想起一件事，他得赶紧装上蚊帐来挡蚊子。在勋立刻被夏天拉去帮忙装蚊帐的时候，意外发生了，两个人为了打蚊子一起倒在了地上。这一刻就好像在勋推倒了夏天，蚊帐中的暧昧气氛渐渐浓厚，夏天已经做好了接吻的准备，在勋却急忙逃离了现场。之后夏天每次想到自己竟然会对最好的朋友动心，心里感觉特别不舒服。在勋也感到不适，面对尴尬，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面对，只要你不觉得尴尬，尴尬的就会是别人。两人都默认不提昨晚的事，见面时随便打了个招呼，各自去上班了。但问题接踵而至，节目中不慎曝光的女孩因花花未经许可播出而不满，带着人工肥料闯进电视台闹事。正当肥料向花花和夏天飞来时，小白及时挺身而出，用一把伞扭转了局面。肥料精准地洒在花花身上，她立刻暴跳如雷，和闹事的女孩扭打起来。这事引起了电视台高层的关注，领导找到夏天商量对策，决定把夏天调到花花的组，以防节目再出问题。夏天本不想和花花硬碰硬，但想到自己的节目被取消可能会连累组员，建议把原节目的制作人员都带到花花的节目中。领导明白夏天的意图，很爽快地同意了。花花尽管受伤了，鼻骨都裂了，还得去医院，却也在物色节目的新嘉宾。当他看到帅气的在勋，便直接邀请他。在勋不愿意露面，对情感节目不感兴趣，直接拒绝了他。晚上组员们和夏天庆祝得到新节目，组员们感激夏天保住了他们的工作，尽管要在对手的团队中工作，夏天并不这么看，他想在这次合作中给花花一个教训。期间，小白不停地烤肉招待夏天，夏天误会这个小弟可能喜欢自己，小弟很坦诚，只是喜欢跟夏天一起工作，把夏天当做自己的终身老板。庆祝活动愉快结束，夏天收到了一个坏消息，他的父亲突然生病，被送到了医院。他立刻尝试联系在勋，但是始终联系不上。夏天感到非常无助的时候，她的前男友出现了。了解情况后，他主动提出开车送夏天回家。幸运的是，一切都没事，下巴的手术很成功，在医院观察几天就可以出院了。夏妈一看到送夏天回来的男人，就认出是夏天的前男友。她有些不高兴地教训夏天，告诉他好马不吃回头草。夏天急忙解释两人并没有复合，虽然夏妈不喜欢前男友，但她还是礼貌地表示了感谢，并请他确保夏天安全回家。在回程的路上，前男友和夏天聊起了过去。从他们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关于当年的分歧和决定，夏天已经放下了，前男友似乎还没从分手中恢复。得知分手当天，前男友曾回头找自己，夏天原本平静的心情再次波动。另一边，下班后在勋看到夏天未接来电后急忙回拨，但始终联系不上。他困惑地回家，看到夏天从前男友的车里下来，两人一起回了夏天的家。这一幕让在勋更加困惑，导致他在床上辗转反侧。
难以入眠。他认为这是因为吃太多导致的，于是起床做起了健身，尽量做出噪音大的动作，最后干脆放起了嘻哈音乐，简直想要跳穿楼板。想要知道前男友和夏天在做什么，这时前男友正深情地看着夏天，希望用自己炽热的眼神唤醒夏天心中的情感，但楼上的噪音打断了这一刻。临走前，前男友提出下次单独请夏天吃饭，夏天没有直接回应，他简单的感谢了前男友后，夏天生气的去找制造噪音的人了。两人争吵了一阵，在勋明白了整个事情的原委，因为工作繁忙而没看手机，向夏天道歉。夏天并不介意这些，他警告在勋不要再制造噪音后匆匆离开。第二天，夏天正式加入了花花的节目，节目中的海选环节，两人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夏天希望这个节目不只是表面的秀，而是真正帮助嘉宾找到真爱。他建议让一个外表普通的单身漫画女作者参加。花花认为外表普通的人会影响收视率，但夏天保证会负责收视率，花花也没法再反对。下班后，夏天像往常一样打电话询问父亲的状况，得知有人以他的名义给夏爸下骂，以及医生护士送去了便当，他本能地认为是前男友做的，心中封存的情感开始出现裂痕。这时他收到在勋发来的消息，在勋因为在家晒日光浴而晒伤，急切需要夏天的帮助。夏天本来不太愿意帮忙，但得知在勋特意联系了医院，了解父亲的病情，并且准备了慰问金，他立刻改变了态度，认真地照顾在勋。第二天，夏天和好友阿珍一起去桑拿，聊起前男友求复合的事情，以及被求复合时的心情。那时的夏天并没有太多想法，只是怀念那种心动的感觉。阿珍表面上劝夏天认真考虑是否复合，暗地里却通过丈夫阿强把复合的可能告诉了在勋。阿珍的直觉告诉她，在勋一定喜欢夏天，认为他们的关系只差一步，希望自己能成为那最后一步。但丈夫阿强不同意，告诉阿珍少管闲事。夏天从桑拿房出来，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前男友不知怎么弄到了她的号码，邀请她晚上一起吃饭。用餐时，夏天特意感谢前男友给父母送便当，但前男友说他根本没送过，这让气氛突然变得尴尬。饭后，夏天决定要和前男友彻底结束关系，结束两人之间那种不明不白的关系。她询问前男友为何突然回国，前男友没有隐瞒，他直接送上了一枚戒指，表明他这次回国是为了和夏天结婚。夏天看着一脸诚恳的前男友，没有作声。场景转换，夏天独自回到家，碰到了刚回来的在勋。当在勋询问夏天是否和前男友复合时，夏天反问如果她和前男友结婚会怎样。那天是夏天和前男友分手的日子，伤心的她给还是住院医师的在勋打了电话。在勋得知一切后，决定去找夏天，但被一个突发的急症阻挡了。在勋一时联系不上夏天，只能先进入手术室。回到现在的时间线，在勋从网吧出来准备回家，恰好看到前男友送夏天回家。在勋和前男友的目光对视那一刻，两人未争一女，即将展开戏码。接着，对婚姻和爱情感到迷茫的夏天把被求婚的事告诉了在勋，希望在勋能给出建议。在勋是个温暖的人，但却有一张尖刻的嘴，没有说出挽留的话，反而讽刺夏天竟然不通过恋爱直接结婚。夏天觉得自己和前男友年纪都不小了，以前谈过，现在结婚正合适。她一直憧憬着有如教科书般的生活，在合适的年龄结婚生子。这次在勋没有讽刺，没有反驳，只是呆呆地看着夏天。这个晚上，夏天很久都无法平静。她回忆着前男友求婚时说的，我一直还爱着你。她的眼眶不禁泛红，那段被忘记的感情似乎重新涌动。第二天，前男友的求婚攻势继续，他送了一个巨大的告白气球到夏天的电视台，向所有人宣布夏天即将成为他的新娘，然后私下找到在勋摊牌，希望在勋能像个男人一样公平竞争，而不是以朋友的名义留在夏天身边干扰他的决定。同样希望在勋做出决定的还有朋友阿珍。这些年，他见证了在勋和夏天的多次错过，他始终相信两人是相互喜欢的，希望在勋能勇敢面对自己的感情，向夏天说明情况。两人交谈时，阿珍提到了在勋之前作为医生的一次事故，那次事故似乎对在勋影响很大，他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偏离了轨道，他不想让夏天跟他一起受苦。和阿珍谈完之后，在勋沉思良久，他回想起夏天之前说过的想要尝试教科书式的生活，心里默默做出了决定。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前，他决定要与最近对他频频示好的相亲对象春天划清界限。在勋去了和春天约好的展览馆见面，恰好碰到了刚从展览馆出来的藏在路边疯狂呕吐的花花。从之前他和他母亲在展览馆的对话可以看出，花花之所以行事激进，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家庭的影响。在勋认出花花是之前来咨询鼻骨修复的客户，他绅士地递给他手帕，这让花花一时有些困惑。处理完这次小插曲后，在勋直接找到了春天，他礼貌地陪春天看完了展览，之后直接拒绝了春天。事后他打电话给夏天，得知夏天还在公司加班，
叮嘱夏天下班后一定要给他回电话。画面转换，天空开始下起了雨。前男友得知夏天还在加班，担心她没带伞，特地打电话说会去接她一起回家吃饭。夏天对前男友来接自己并不反感，只是对去他家吃饭感到有些为难。此时的夏天不知道，在勋正拿着伞在电视台楼下等他，而前男友特意买了夏天最喜欢的熊玩偶，急忙向电视台赶来。转眼间夏天下班了，他正准备冒雨去找前男友，却被在勋突然拉进了伞下。就在这时，前男友出现了，他希望夏天看在他和小熊一起来接他的份上，同意一起吃饭的邀请。看着前男友肩上的雨水，夏天心软了，最终她选择和前男友一起离开。这一刻，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在勋心中充满了失落。虽然夏天和前男友一起走了，但她谢绝了前男友家中吃饭的邀请。她担心这样做可能意味着接受求婚，前男友也感觉这样太急了，因此尊重了夏天的决定。送夏天回家之后，前男友向夏天坦白，他曾私下找过在勋，他为自己的冒失向他道歉，但他并不认为私下挑战情敌有错。前男友的强硬态度让夏天心生疑虑，他误以为在勋是来打小报告的，于是向在勋解释前男友找他的事。夏天帮前男友解释的行为，激起了在勋因爱生恨的怒火。在勋又一次对夏天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这次言辞让夏天非常生气，直接离开。第二天，刚恢复健康的夏爸和夏妈突然造访夏天的家，想给他一个惊喜。但他们刚到家，夏妈立刻注意到桌上的求婚戒指。夏妈一直误认为病时送便当的是前男友，这让她对前男友的印象大为改观。当得知戒指也是前男友送的，夏妈非常激动。自从夏爸住院以来，夏妈一直担心如果他们出事，夏天怎么办？现在有一个熟悉的人在夏天身边，夏妈期待能尽快举行婚礼。看到父母知道自己将结婚而激动落泪，夏天原本不安和迷茫的心情突然明朗。她特意穿上前男友送的高跟鞋，戴上戒指，正式接受了前男友的求婚。双方家长很快见面，关于婚礼的所有准备工作迅速启动。这时发生了一件小插曲，一名女子自称是前男友在纽约的朋友，她找到了前男友的公司，暂时隐藏这两人见面的细节，但从前男友看她的眼神可以看出，他们的关系不同寻常。与此同时，夏天整理好东西搬离了在勋的楼下，两人正式告别。晚上，夏天向所有朋友发送了婚礼请柬，真诚邀请他们来参加自己的婚礼。宴会进行到一半时，阿珍找到了夏天，坦白了她之前误会在勋和夏天的关系。夏天得知在勋没有按照阿珍的想法行动后，感到失落，但他现在不再把这放在心上。他心目中的幸福生活即将开始，那些错过的或许注定就是错过了。这时，在勋收到了夏天的婚纱照，看着夏天在另一个男人怀抱中开怀大笑，在勋的嫉妒心达到了顶点。他开始回顾自己与夏天的种种错过，如果能再次面对那些时刻，自己会更加勇敢，夏天或许就能成为他的新娘。想到这些，在勋冲向了夏天所在的聚会地点。看到前男友出现的那一刻，在勋意识到有些人一旦错过就真的错过了。很快就到了夏天的婚礼日，在勋在朋友阿强的催促下来到了婚礼的酒店，却看到夏天眼含泪水站在仪式台上，郑重地宣布今天的婚礼取消。在他最消沉难过的日子里，是夏天把他从困境中拉了出来。夏天想尽了各种办法，甚至建议在勋搬到自己家楼上。自从在勋搬来之后，夏天就成了在勋家的常客，每天都期待夏天的敲门声，这成了在勋绝望生活中的新希望。现在夏天因为结婚而搬走了，在勋再也听不到那熟悉的敲门声。今天是夏天的婚礼日，在勋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去现场祝福，没想到又遇到了花花。短时间内的频繁相遇让花花对在勋产生了兴趣，他们交换了联系方式。这时候好友阿珍急匆匆地出现了，婚礼即将开始，但新郎和新娘突然不见了。此时前男友和夏天正在天台对峙。不久前前男友的一夜情对象找到了夏天，告诉她自己怀孕了。夏天找前男友确认事情的真相后，无法接受前男友的隐瞒，决定取消婚礼。前男友希望夏天考虑到宾客和双方家长的面子，先举行婚礼。对于正直的夏天来说，他无法忍受背叛，无法公开宣誓与这个人共度一生，于是他努力平复悲伤，一个人回到了仪式现场，向所有宾客宣布今天的婚礼取消了。这个消息让所有在场宾客都目瞪口呆，大家纷纷讨论着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此时的夏天已经无法保持镇定，无力为大家解释，自顾自地离开了酒店。在勋毫不犹豫陪着夏天一起离开。在勋把伤心的夏天带到海边的民宿，请老板娘帮忙整理夏天的妆发，同时给夏天的妈妈打电话报平安。一切安排好后，在勋从老板娘那里得知夏天去了海边，担心夏天会出事，急忙赶往海边。看到夏天那么悲伤，在勋开始后悔当初为什么让夏天离开。阿珍在看着高中同学群里的讨论，对群里的讨论感到不悦。她不明白这些人怎么能以关心的名义
幸灾乐祸的阿强看着愁眉苦脸的阿珍，突然感慨，如果能早点让在勋和夏天在一起，可惜世上最缺的就是事后诸葛亮。故事回到夏天和在勋这边，经过一天的折腾后，在勋睡着了。夏天一个人在外闲逛，遇到了民宿老板娘。在与老板娘聊天中，夏天得知老板娘曾是在勋的病人，在勋出事后消失的那3个月的时间，全都躲在了这里。老板娘八卦地问夏天，为什么不要这么好的男人，反而选择跟别的男人结婚，然后逃婚？夏天一时无法回答。回到房间后，看着睡着的在勋，心中有千百种复杂的情绪。第二天一大早，在勋劝夏天恢复正常生活，不要像他曾经一样只知逃避。看到夏天犹豫，在勋表示无论如何都会陪着夏天。也许是这样的承诺，让夏天勇敢面对困境。夏天还没调整好状态，突然发生了意外。新一季恋爱综艺的男嘉宾，一个整形医生涉嫌犯罪被立案调查了。距节目录制仅剩不到3小时，花花命令夏天让在勋这位整形医生参加节目，否则他的团队将被解散。这使夏天陷入两难。在勋回家后发现前男友等在家门口，他的懊悔和愤怒终于爆发了，二话不说就打了前男友几拳。他警告前男友不要再伤害夏天。处理完一切后彻底离开。前男友自知理亏，无法反驳。忙碌的工作让夏天意识到他没有时间伤心，他重新找回了自己的状态。夏天挂电话向母亲报平安。自从夏天取消婚约后消失，他的母亲一直很内疚。他认为夏天草率结婚是因为他未能了解情况就催促结婚。幸好这通电话让他的母亲有机会开展话题。电话结束后，夏天找到在勋商量参加恋爱节目的事，发现在勋的脸上有伤。详细询问后才知道，在勋为了保护他和前男友打了架。在勋为他付出很多，让他觉得难以再请求他帮忙，但考虑到团队的生计，他只能硬着头皮问在勋是否能参加节目。当夏天说需要你的帮助时，在勋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知道无论多难他都会支持他。节目正式开始录制，花花命令手下不准在片场讨论夏天取消婚礼的事。虽然花花表面上不想夏天分心，好让他专心工作，但同事们都知道花花实际上很关心他。不久在勋到达录制现场，跟在勋一起来的还有曾被在勋拒绝的相亲对象春天。老熟人的相遇让在勋和春天都感到尴尬。全程的花花和夏天也察觉到了他们之间的气氛，两人之间的氛围似乎有些不对。在第2场录制前，夏天单独找到在勋，告诉他一些注意事项。这一切都被花花和同事看在眼里，他们之间的互动让一心想着节目效果的花花感到兴奋。随着夜幕的降临，第2场录制开始。在这一轮游戏中，男女嘉宾互选心仪对象的衣物，未被选中的嘉宾必须穿节目组提供的衣物。春天就是其中未被选中的女嘉宾。当她穿着节目组提供的单薄衣服出场时，她显得有些拘谨，结果一不小心滑倒落入泳池。当大家都在惊叫的时候，摄像师正专心拍摄精彩画面，只有在勋脱掉外套跳进泳池，英勇的救起了春天。此时在勋并不知道，他的绅士行为会引起一连串意外的变化。这一集的开头回顾了上一集春天落水的情况，因为没被男嘉宾选中，春天只能穿着节目提供的薄衣参加晚上的录制，他因此感到尴尬。花花此时找上门来，表达了要把春天塑造成主角的决心，条件是春天要会制造话题。春天曾被在勋拒绝，不想再次无足轻重，很快就接受了花花的提议。他故意在晚上的录制中假装狡猾，跌进了泳池。在勋忍受不了节目组利用女嘉宾的失身画面吸引眼球，站出来为春天解围。第1天的录制顺利结束，在勋找到了夏天，他主动坦白与春天的过去，并向夏天表达了自己的心意。他后悔之前没有在夏天求婚时挽留他，今后的日子里，他只想保护夏天。如果夏天需要男人，他愿意成为那个男人；如果夏天需要朋友，他愿意一直是朋友。面对这突然的坦白，夏天一时不知如何回应。结束了和夏天的对话，在勋遇到了曾与夏天有过暧昧关系，后来又抛弃他的张约翰。张约翰也是综艺节目的男嘉宾。他得知夏天取消婚约的消息后，特意询问在勋这个追求者被甩后又来参加综艺是什么意思。在勋一直对张约翰不满，现在张约翰还多管闲事，决定给张约翰一个教训。张约翰对自己的处境感到不满，暗中策划其他阴谋。第2天早上，有事的男女嘉宾暂时离开了节目组，其他人继续留在拍摄现场。一个长相普通的男嘉宾阿木接到了一个电话。通过这个电话，我们发现阿木参加节目的目的并非寻找恋爱，他故意接近节目中不太受欢迎普通的女嘉宾，单身漫画家小智就是他的目标。他想利用这机会制造话题，提升热度，塑造自己的好男人形象。可能因为他隐藏得很好，大家都没察觉到异常，继续进行拍摄。这时候夏天的父母来到了拍摄现场，他们带来了夏天的同事们之前给的婚礼礼金。想到女儿自己退礼金可能会受到别人的非议，夏妈心里感到很不舒服，非常想要教训那个不靠谱的前男友。
夏天知道这一切都是自己选择的结果，所以没有多说什么。送走了父母之后，夏天首先找到小白退还了礼金。小白是个体贴的下属，他知道夏天会因此感到难处，主动承担起退还礼金的任务，这让夏天感动不已，不由自主地流泪了。另一边，春天和在勋暂时离开了录制地点。春天私下找到了之前拒绝过他的在勋，想了解他参加恋爱节目的原因，却意外得知在勋参加节目是为了帮助夏天。春天意识到自己没机会了，他提议在勋利用他完成节目的录制，这样在勋就不会轻易遭遇难以拒绝的情况，他也能避免在后续节目中被无视，避免受到节目组安排的尴尬处罚。在勋只是静静地听着。很快，第2期节目的录制就要开始，节目组要求所有嘉宾做自我介绍。在这个环节中，总导演花花从在勋的自我介绍中察觉到了端倪，他在描述理想型时，不自觉地看向了夏天的方向。接下来轮到春天自我介绍，因为没得到在勋的回应，春天担心颜值、身材毫无优势的自己在之后的节目中会频繁落选，决定采取主动，明确表示他参加节目是因为在勋。他们在参加节目前曾经是相亲对象。这一消息公开后，所有人都非常震惊，但幕后的花花却露出满意的笑容，看来他天生具有发现女主角特质的能力。节目录制结束之后，前男友找到了夏天，他这次来是想挽回夏天，希望用一生来弥补对他的伤害。夏天心里还是有他，但他无法忍受恋爱中的不诚实，痛苦中要求前男友快点处理好两人之间的事。前男友离开之后，夏天找了个无人的角落痛哭。同一晚上，之前被在勋教训的张约翰开始报复，他找到了另一位女嘉宾，知道这位女嘉宾对在勋和自己都感兴趣，为了牢牢抓住与自己相匹配的女人，他把自己与在勋、夏天之间的纠葛加油添醋地描述了一番。因为两人都忘了关麦克风，他们的对话被制作成了剧本，并发送给了花花。花花知道后，提醒夏天管理好自己手下的嘉宾，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夏天知道这件事可能会连累在勋，后来和在勋聊天时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现在感情很混乱，无法全心投入新的恋情。他认为友情比爱情更长久，希望在勋能以朋友的身份继续陪伴他。在勋虽然有些失落，但还是选择接受。与夏天聊天结束后，在勋遇到了花花。花花把张约翰和女嘉宾的对话记录给了在勋，提醒在勋既然来参加节目，就要遵守规则。如果这件事传开了，对他和夏天都是伤害。这让在勋意识到要顺利完成拍摄，与春天合作是最安全的方式。不久后的录制中，在勋改变态度，积极参与拍摄，在一环节中通过摔跤选定约会对象，使出浑身解数赢得了胜利。在选择约会对象的环节，在勋在和春天确认合作后，毫不犹豫地牵起了春天的手。这一幕让在一旁的夏天感到失落，但花花觉得这是很好的剧情，特别嘱咐夏天在拍摄两人约会时安排一场吻戏。这话让夏天大吃一惊，这集要从17年前夏天醉酒后意外与在勋接吻的事说起。在勋原本以为这个吻能结束他多年的暗恋，结果却发现夏天对那晚的事没有任何记忆，他完全忘记了昨晚发生的一切。此时的在勋并不知道，夏天其实记得一切，他担心坦白会让两人的关系变得尴尬，所以选择假装失忆。故事回到现在，他们当时没有成为情侣，现在依然没有。这次夏天直接拒绝了在勋的表白，因为他无法在刚结束一段婚姻后马上开始新的恋情。在勋只能选择继续等待。好友阿强知道后，提醒在勋等待不代表什么都不做。与阿强的谈话结束后，在勋开始刻意向夏天表示关心，但夏天身边总有小鲜肉小白抢先一步，这让在勋感到警觉。后来小白单独来找在勋讨论节目拍摄事宜，在勋借机了解小白的择偶标准，得知小白的年龄，并且他喜欢成熟的女性。在勋毫不犹豫地将比小白年轻的妹妹介绍给他。处理完小白之后，在勋以为自己追求爱情的道路会顺利，没想到却发生了意外。在拍摄男女嘉宾约会的环节，一个一直单身的女嘉宾突然透露她害怕谈恋爱，害怕与人亲密接触，原因是小时候被远房亲戚骚扰。节目结束后，女嘉宾担心播出会影响家人，请求节目组删除刚才拍摄的内容。花花为了增加节目的看点和收视率，决定把拍摄的内容完整播出。夏天持有不同意见，他认为不应该为了收视率而伤害别人。为了保护女嘉宾，夏天决定采取行动，向花花建议将焦点放在勋和春天的约会上，他保证会制造一个性感而浪漫的吻戏作为节目的亮点。话说出口后，夏天感到后悔，但他能看出春天喜欢在勋，决定利用春天作为突破口，要求春天和在勋完成一个借位接吻的镜头。春天因为喜欢在勋同意配合，但他要求夏天先说服在勋。于是夏天找到了在勋，请求他配合完成吻戏的拍摄。为了让这件事情看起来合理，夏天直言现在一夜情像嚼口香糖一样平常，希望在勋作为一个成年人能坦然面对这次接吻。在勋觉得夏天明知道他的心意，
却让他当众与其他女生接吻，这简直是胡闹。他反复确认夏天是否真的不在意，夏天一时无言，愣在那里。此时灯光和摄像机都已准备就绪，在勋霸气地抱住夏天，吻了上去。他想通过这个吻来确认夏天的真实感受。这一吻深刻到触及灵魂，让两人回忆起与以往恋人的亲密时刻。他们开始内心自问，那些过去的吻是否真的是出于内心的渴望？夏天从激烈的吻中回过神来，意识到他正在亲吻自己最好的朋友。他慌张地逃离了现场，在勋不愿再错过，急忙追了出去，而夏天却不回头地逃离了。同时，负责拍摄的同事录下了在勋和夏天接吻的全过程。因为原本计划拍摄剪影，所以其他人并未发现异常，只有非常熟悉夏天的花花意识到画面中亲吻在勋的是夏天。夏天这时才意识到自己闯下大祸，他赶紧回到电视台，想要试试能否在小白这边的素材里再找出些其他爆点，却被小白告知他因良心谴责，删除了那位女嘉宾的所有爆料视频。这无疑让夏天失去了所有退路。为了避免小白因私自行动受罚，夏天在确认已有接吻画面后，只能认命地接受这一现实。他与春天商量，打算认领这场吻戏。春天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对在勋的感情，并明确了自己知道在勋喜欢夏天的事实。他表示可以不计较过去的一切，甚至愿意承认这场吻戏，但条件是夏天必须与在勋划清界限。夏天还没意识到自己对在勋的感情，他欣然同意了这一条件。当在勋得知这一切后，他感到难以置信，没想到夏天为了工作会如此冷酷。夏天离开后，在勋独自与春天在一角深谈。春天对在勋的卑微之爱让他心生怜悯，但人的心里一旦住进了别人，就无法再留给其他人了。在勋对春天只能无限地感到抱歉，而此刻的他们并不知情。不远处的摄像机正悄悄记录着他们的对话。第二天一早，夏天主动约在勋见面，他严肃地向在勋明确了界限。面对在勋的追问，夏天稍微犹豫了一下，但考虑到节目的需要，他不得不谎称是那一吻之后，明确了自己的感情，希望能和在勋永远保持朋友关系。在勋看着夏天闪烁的眼神，感到非常气愤。他表示今后会好好扮演朋友的角色。就在夏天以为一切都结束了的时候，花花却给他带来了一个惊喜。原来花花注意到了在勋亲吻的对象不是春天，他一直在暗中记录春天与在勋的互动，将假亲吻和春天的卑微告白等内容赶在第一期节目播出前全都剪到了正片里。节目播出后，春天觉得自己像个小丑，感到自己被在勋和夏天耍了。一气之下，他离开了拍摄现场。夏天在得知这一切都是花花安排的后，找到花花进行了面对面的对峙。花花却不以为然，反而教育夏天做综艺要懂得狗血才受欢迎。随着这期节目的收视率上升，在勋和春天的人气急剧增加。与此同时，关于在勋的负面新闻在网上广泛传播。有网友爆料说在勋是个杀人犯，几年前因为医疗事故被医院开除。得知这些后，夏天私下找在勋商量对策。在勋对夏天无视他的感情感到愤怒，他尖锐地提醒夏天不要利用他的过去来提高节目收视。在勋的冷淡使夏天感到困惑，她打算找闺蜜阿珍出来喝酒解愁，却意外从阿珍的丈夫阿强那里得知，他们最近在做试管婴儿，但屡屡失败。阿珍因此偷偷哭泣了很多次。阿强考虑到阿珍的健康，只好让夏天改喝雪碧而非酒。夏天了解阿珍的性格，不会让她一个人借酒消愁，于是谎称有临时工作取消了约会。这一刻，知道有人关心的幸福与自己被误会的委屈形成鲜明对比，将夏天心头的孤独无限放大。第二天，勋的事情还在继续发酵，这严重影响了节目的录制工作。花花忍不住决定要采取行动，她直接冲到勋的房间询问有何解决办法。没想到勋只留下一句话：的确有人因为我的错误而死亡，之后就离开了录制现场，从此便杳无音信。就在这时，形势突然有了转机，电视台的小白打杂的接到了一则消息，当年被救治的那位当事人愿意出面帮助勋洗清冤屈。他还特地联系了夏天，让他一起来电视台接待此人。在那位当事人的叙述中，勋被压垮的往事被揭开了。那天勋接到了夏天分手的消息，他本想去找他，却突然接到了一个急诊电话，附近街区发生了大爆炸，所有的伤者都被送往医院急救。作为医院最优秀的神经外科医生，勋必须全力以赴参与手术。和阿强在安排好夏天之后，勋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此时他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在医院手术室只剩下一个空间的情况下，是选择救一个年轻的轻症患者，还是选择救一个年长的重症患者？在这两难之间，勋选择了前者。手术成功结束后，同事告诉勋，他的父亲在爆炸现场救人时未能躲过第二次爆炸，身受重伤，最终不幸身亡。当勋看到父亲的遗体时，他彻底崩溃了。他从未想到，自己放弃的那个重症患者竟是自己的父亲。他对自己未能及时认出父亲感到自责，同时也感到困惑。
如果当时知道那个状况更糟的是自己的父亲，他是否还能做出同样的决定？随着往事再次被提起，始终找不到答案的勋只好选择逃避。他一夜之间逃到了夏天曾经去过的海边民宿。勋的真相大白之后，为了挽回收视率，花花开始采取措施。他开始处理那些在网络上造谣的人，同时安排知情人在节目中还原真相。他还命令夏天一定要把勋带回来。得知夏天大概知道勋的去向后，花花特地带上摄制组和春天一起去了。夏天担心这样做会让在勋误会他有其他意图，他显得非常担心。事情正如夏天预料的那样发展，在勋表面上配合拍摄，他为当事人的感谢而感动，但私下里他因为夏天同意公开他的过去而感到愤怒。他带着不悦带着春天离开了。夏天知道自己理亏，不好意思说什么。晚上夏天找到在勋，想要解释清楚，却意外看到在勋和春天之间的暧昧互动。加上白天拍摄时，花花曾表示在这段时间的拍摄中，他对在勋产生了兴趣。如果夏天也有兴趣，欢迎他公平竞争。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在勋身边突然多了2个明目张胆的追求者，这让夏天开始意识到在勋可能不会一直等他。他不禁感到失落。很快，这种失落感被无限放大。在一次鬼屋约会的录制中，在勋和春天像是命中注定般又被分到一组。这期间，在勋对春天的关照让夏天的心里更加酸楚。之后，当夏天在做节目收尾工作时，他独自一人去鬼屋回收摄像机，结果被里面的装置吓了一大跳。这时他看到了在勋和春天录制时留下的签名，内心深处极度想念在勋。当他从鬼屋出来，因为大雨造成的积水阻挡了前路，他不知该如何是好。这时在勋如同白马王子般出现，他霸气地抱起了夏天。这一刻，两人的距离和心跳都无限接近。在回程的路上，局促的在勋让夏天不要误解，这只是他对一个朋友的关心。夏天也以朋友的身份表达了感谢，这让两人的关系再次陷入僵局。第二天的拍摄中，在勋因为昨晚抛下春天感到内疚，在节目环节选择了走向春天。随后他向春天表达了歉意，两人一起来到咖啡馆约会，按照流程进行，他们成了路人热议的话题。期间在勋发现春天在鬼屋里受伤了，他决定去帮他买药。他刚一出门，就听见路人在嘲笑春天，认为他在感情中太卑微。在勋突然意识到舆论对春天的伤害，他回到了咖啡馆，在那里强烈地展示了对春天的关心。他亲自为他处理伤口，并且在镜头前改变了自己的态度。在勋告诉春天他感激他的喜欢，现在轮到他回报他了。同时，女嘉宾小智在约会时被阿木揭露了她小时候的被骚扰经历，旧事重提让小智非常震惊。她解释自己之所以不懂得与异性相处，是因为她从未谈过恋爱。工作人员发现情况不妙，立刻向花花汇报，这无疑为节目增添了爆炸性内容。花花立即将这一幕剪辑进即将播出的节目。晚上，春天找机会单独约见在勋，他想知道为何在勋会在镜头前保护他。在勋给了春天一个好人卡，告诉他不应受到陌生人的非议。虽然他没有春天那么喜欢他，但他仍想在镜头前保护他。随后，关于女嘉宾被骚扰的事件在节目中播出，夏天因此非常愤怒，想去质问花花。这时，节目组突遇紧急情况，一名流浪汉持刀闯入了片场，他与男嘉宾阿木有过节。得知阿木参加了热门恋爱节目后，生活变得更好，他感到愤怒，于是愤怒地找上了阿木。他首先闯入了导演室，因为花花威胁要报警而误伤了小白，花花趁机逃出并拨打了报警电话。流浪汉在监控画面中发现了嘉宾的位置，他找到阿木，讲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指责阿木骗取了他的钱，导致他家破人亡。阿木则坚称这是因为投诉未果的后果，认为不应由他承担责任。花花出面试图阻止他们。流浪汉认为花花会选用这样的欺诈犯参加节目，自认为他也不是好人。花花反驳说每个人都因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是流浪汉的愚蠢导致了他的不幸，他不但不反省，还对他们这些无辜的人下手，他才是坏人。这番话深深刺激了流浪汉的痛处，他无法接受这个现实，挥刀向花花冲去。在那电光石火的一刻，在勋迅速扑过去，帮他躲过了攻击。流浪汉被其他男嘉宾制服，倒地后痛哭流涕。警方随后逮捕了流浪汉，受伤的小白也被送往医院。夏天了解了整个事情的经过，向大家表达了歉意。在勋细心地将春天送回了房间。春天对这次意外感到心有余悸，请求在勋留下来陪他。因为节目组接连发生事件，春天询问在勋是否后悔来这里，在勋却告诉春天，参加这个节目是他的最佳选择。这一幕全被夏天看在眼里，他看着在勋和春天的互动，心中涌起复杂的感情。第二天，夏天和花花被局长训斥，原本平静的恋爱节目突然卷入刑事案件，局长一气之下要求结束拍摄，但花花不愿意就此放弃，他为自己的疏忽道歉，宣布节目将暂停2天。花花认为夏天的加入带来了麻烦，决定用自己的方法解决问题。
夏天后来和在勋进行了一次谈话，在勋认为这不是夏天想要的节目节奏，夏天表达了自己的无奈，梦想一旦和生活挂钩，就可能导致这种局面。在勋愿以朋友的身份继续陪伴，他愿意倾听夏天的烦恼，但夏天真的只想和在勋保持朋友关系吗？每次看到在勋照顾春天，他都感到很不舒服，加上节目组遇到的挫折，夏天觉得自己把一切都搞砸了。与此同时，花花将制服流浪汉的视频上传网络，试图引导舆论。尽管公众支持男嘉宾的英勇行为，但领导仍然认为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式，命令花花停止拍摄，节目被迫终止的消息迅速传开。在勋担心夏天无处可去，他已经把他的房子租了回来，甚至将夏天的行李从他妈那里取回来了。夏天夜里回到了出租屋，不由自主地回想起与在勋的过往。夏天沉浸在这些回忆中，直到在勋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夏天忍不住说出了心里的话。这段时间里，他一直被在勋牵动着心情，他想留在他身边。面对夏天的真情流露，在勋忍不住地吻了他，用行动回应了他的感情。爱火被点燃，他们的距离变成了0。这个甜蜜的夜晚过后，在勋贴心地为夏天准备了早饭，反倒是夏天对他们关系的转变感到不适应。在勋坚定地表白我爱你，他说不想再错过他。他没有强求夏天立刻回应，但希望他能尽快处理完节目中的事务，之后再讨论他们的关系问题。随着这档恋爱节目接近尾声，一位心理有障碍的女嘉宾向夏天提出退出，她的名字是昭妍。她在所有嘉宾中最不显眼，从未受到男嘉宾的青睐。昭妍觉得没有人会选她，想要逃避这一切。夏天用自己逃婚的经历安慰昭妍，告诉她逃避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希望她能坚持参与节目录制。节目在最终选择前会安排一次约会，在勋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与他有情感纠葛的春天。在约会前，夏天向在勋道歉，为自己的失误感到自责。他觉得自己的自私让在勋不得不这样做来挽救局面。看着哭泣的夏天，在勋坦诚地表达了自己的心意。他说不管夏天做什么，他都不介意。夏天被这番话深深触动，誓言以后会更好地对待在勋。之后，在勋带着春天去了郊外约会，他请工作人员暂时离开，并向春天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出于礼貌，在节目中向春天告白，但也只是表面上的。他并不真心喜欢春天，只是为了维持他的体面。虽然春天早有预感，但在勋的直白拒绝还是让他受伤了。另一边，花花受到了名义上的母亲江夫人的责备。原来花花是江家的私生女，因为母亲去世被接到这个家，但这30年来，花花一直未被江夫人真正接纳。每当江家有任何波折，江夫人总是毫无道理的把责任归咎于花花。这次花妹的婚礼取消，江夫人还是固执的认为是花花的错。如果花花当年没来到江家，就不会发生这些事。花花已经受够了江夫人的行为，她感到极度的委屈。在这些负面情绪的积累下，花花迫切需要发泄这些情绪。当她看到心上人在勋与夏天亲密时，她彻底失控了。花花找到了男嘉宾阿黄，向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请求。不知道这一切都被神秘人录了下来。花花和阿黄不知情地发生了关系，因为阿黄没处理好房间的摄像头，导致亲密场面被录了下来。阿黄想知道花花为什么选他，这让花花回想起节目组的采访。在被问及爱情是什么时，阿黄说爱情是奢侈品。花花认为阿黄掌握了核心，因为他在阿黄那里找到了短暂的安慰。他希望阿黄能找到真爱。在花花的祝福下，阿黄和一位女嘉宾成功牵手，张约翰也和他的商业搭档走到了一起。出乎意料的是，在勋被春天拒绝了。春天很高兴能遇到在勋，但他的自尊不允许他继续假装，他们的缘分也就此结束。接下来剧情迎来高潮，昭妍为了逃避选择，想结束自己的生命。节目播出后，不受欢迎的昭妍遭受了众多流言，这让他本就脆弱的心情雪上加霜。夏天得知昭妍的想法后，急忙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他努力救下昭妍，却被推下了楼。在勋极为着急，立刻把夏天送往医院救治。局面一度非常混乱。花花宣布节目结束，让大家都回家。临走前，内疚的阿黄坦白了他和其他人的事情，常说好事多磨，因为有床垫缓冲，夏天并无大碍。夏天出院前，勋按照夏天喜欢的风格重新装修了他的租屋。夏天对这突然的惊喜非常感动，他决定向勋表白。在面临危险的时刻，夏天最后悔的是没有回应勋的感情。趁着夜色正好，夏天鼓起勇气说出了我爱你。最终两人终成眷属，似乎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的爱情。第二天，夏天回到了公司，花花依旧固执己见，他向夏天道歉的方式非常官方。夏天并未介意这点小事，他更担心的是节目组的情况。正如夏天所料，网上有关嘉宾和工作人员关系暧昧的消息被痛批，夏天认为这使花花感到非常不安。屋漏篇，逢连夜雨。当晚，夏天和勋一起回家的画面被神秘人拍下。夏天不知道有人在监视他们，他猜测网传的暧昧消息可能指的是他们。
他非常担心勋会受到责骂，而勋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他决定接受责骂和道歉，用一个温柔的拥抱安慰夏天。他自责一心想着夏天引发了这场风波，即使被曝光，他也不在乎，他愿意承担所有责任。但命运弄人，勋还没采取行动，他和夏天同居的消息就被曝光了。领导质疑夏天和勋的关系，让夏天不知如何回答。这时花花站出来了，他声称是自己邀请勋参加节目的。面对偷拍者，节目组应该强硬应对。事情已经这样，领导让他们尽快处理好。事后，夏天仍想承担这次风波的责任，但花花告诉他与男嘉宾的关系是他的事，举报节目组的是阿木。阿木前一天联系了花花，想用花花和阿黄的亲密照进行威胁，但被花花拒绝了。花花不介意背负污点，他坚持用自己和阿黄的关系回应公众，让夏天不要操之过急。就在夏天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小智找到了他。原来小智之前和阿木有过一次对话，他威胁阿木交出那些照片和视频，否则就把阿木利用他来吸引眼球的事公开，还有他被流浪汉报复的事。阿木无奈之下，只好把所有的证据都交出来了。小智误会了，以为照片里是夏天和在勋，因此才有了这次谈话。但证据已经拿到手了，他还是把它交给了夏天。小智知道一直是夏天在保护他，非常感谢夏天的付出。拿到证据后，夏天找在勋商量怎么处理。虽然公开这些照片可以暂时脱身，但夏天不想一直生活在谎言里。在勋和夏天想法一致，他不愿意躲在别人背后，认为应该销毁这些证据，公开他们之间的真实关系。此外，在勋终于决定回到外科医生的岗位，他已经历尽沧桑，现在的他不再怕流言蜚语，这对小情侣互相安慰，勇敢地面对困难。接着，夏天告诉花花他的计划，他亲手销毁了那些证据，决定按照自己的心意公开和在勋的关系。花花从大学时就很嫉妒夏天，可能是因为夏天生长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这让他能这么善良。这也是花花总看不惯夏天的原因。这时，夏天突然听到有人在说花花的坏话，虽然他不清楚具体的恩怨，但他选择替花花出头。花花看着夏天的行为，心情变得更复杂。第二天，在勋回到医院，宣布他打算回归神经外科。夏天想对外界的流言蜚语负责，向领导提出了辞职。在此之前，夏天的最后一个节目是录制恋爱综艺特辑，昭妍为了道歉来到了录制现场，夏天也表示后悔没能更多的关注昭妍。录制现场，嘉宾们一起看了最后一期节目。阿木故意提出夏天和在勋同居的事，想刺激春天，因为春天没有反应。阿木在直播中直接提问在勋的同居传闻，春天急忙解释他们只是楼上楼下的邻居关系。在勋参加节目是为了帮夏天解围，春天不想让在勋难堪，在节目中给了他足够的面子。在勋非常感谢春天的帮助，也很抱歉无法回报他的感情。春天并不后悔曾经喜欢过在勋，对他而言那段时间是美好的记忆。随着节目结束，春天为自己的暗恋画上了句号。夜深时，夏天向在勋倾诉了自己的烦恼，他已经决定辞职，但领导希望他能再考虑一下。回顾过去，夏天经历了婚礼取消和节目中的种种波折，他对做好节目失去了信心。在勋温柔地安慰了夏天，作为嘉宾，他很理解夏天对节目的投入，也很庆幸他是自己的制作人。他建议夏天暂时休息，但不要放弃回归的可能。听了男友的建议，夏天决定休假6个月。夏天休假期间，在勋回到外科医生的工作岗位，他每天在医院里忙碌。花花策划了一档新的家庭节目，邀请小白加入，但小白想等夏天回来，所以拒绝了花花的邀请。这个节目旨在探讨各种家庭问题，花花希望通过这个节目解决自己内心的痛苦。春天在观看画展时偶遇了一个痴情的机长，他是一位帅气的机长，对春天的经历感到心疼，希望能与他进一步接触。尽管节目结束了，嘉宾们仍保持联系，他们在节目之外也找到了各自的缘分。最让人惊讶的是，小智和张约翰成了情侣，他们计划明年结婚。他们曾在节目中秘密约会，小智的温柔和善良治愈了张约翰，使得张约翰对待感情更加认真。故事的最后，夏天从巴黎结束休假回来，他与在勋甜蜜相拥，互诉思念。如果说爱情有终点，那对夏天和在勋而言，他们的故事将永远持续下去。